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2025年的9月26号，星期五啊，又是一个周末了。那么这两天呢比较忙啊，忙什么呢？因为我们也要看很多资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去哪个国家，对吧？要看很多资料。过去呢，我们只是看一下什么物价啊、房子啊、治安啊，什么就好了啊，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有孩子了，然后孩子呢马上也要面临就是学习，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给孩子看一些学校啊、评价啊，还要看看别人的一些反馈啊，是吧？所以就要看大量的资料。那么这两天呢，看的主要是泰国啊，因为泰国啊，就它的物价呀、它的性价比啊、生活的性价比啊，然后呃那个什么按摩对吧，那么便宜啊，就各种各样的，反正我觉得泰国也算是不错的一个地方，对于旅游啊、度假啊来讲。但是呢，当我看了很多在泰国的博主啊，就他们居住在那里，也是带孩子去读书的，他们发了很多关于泰国学校的一些这个内容，还有就是我自己呢，也根据他们的内容呢，我思考了一下，啊，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就是不能去泰国，不能去泰国啊。那么应该来说，可能还是要呃留在欧洲这个范围里面啊，就欧盟这个范围里面。那为什么呢？主要有几个原因啊，我后面会讲。那么我先回答网友几个问题啊，因为有几个网友给我发邮件，我也没回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吧。首先呢，就是有一个人他就问这个股票的事情。那么像这个英特尔对吧？你现在已经是盈利了啊，今天应该已经是36美元。我之前视频里面说18美元会翻倍，对吧？那到今天其实已经翻倍了。那么在我看来，就是嗯，反正我是愿意在现在这个价格我就出掉的啊，因为已经翻倍了嘛，对吧？你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赚1倍，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是吗？当然了，如果你贪心，你留个10%、20%，反正就一直丢在那里了，你也不管，对吧？或许啊，你运气好也能给你翻几倍，是吧？那么对于我来讲呢，我现在已经在研究就是明年的行情了啊，因为这个需要一段时间去判断、去研究的啊，所以就是今年的我就已经达到了我的预期，甚至超越了我的预期，对吧？你不管之前是330刀美元买那个特斯拉，到430就短短的也就2周，涨30%，对吧？还有就是之前的一些能源啊什么的，也都是翻倍的啊。就还有这个英特尔，所以今年对我来讲，我已经很满足了啊，我已经休息了，不去考虑去动手了，就主要是思考为主的啊。所以所以你也可以就这2个月不用发邮件给我了啊。那么为什么就是我不去搞什么会员啊、什么收费啊，去带人炒股票之类的事情啊？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告诉你，也可以告诉大家啊，就让很多问的人我一起告诉你们。主要呢，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啊，因为你们要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你们要从事金融投资的话，就股票也好，或者说所有的金融产品，都是少数的人赚钱，多数的人是亏损的啊。就是说有大鳄啊，他就等着我们这些就是小鱼，对吧？就是他要吃掉你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英特尔，它在就这个股票涨之前啊，美国总统川普说啊，我要召见英特尔 CEO 啊，要什么让他辞职啊，然后那天股票应声下跌，一下子下跌了好多啊，就当时很多人很恐慌啊，就把它卖掉了。但是这个英特尔是因为我已经从去年开始我就研究它了
所以就是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手段，对吧？我就反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后面就涨起来啊，就迅速的就开始拉升了，对吧？所以就是股票这个东西是很凶险的啊，我没有能力去完全的就带大家去赚钱，而且就是一旦比如说我们是小的频道，也没有什么流量啊，就如果说这个流量很多，很多人在看这个东西，很多人去买了这个股票啊，我可以说这个股票它涨不起来啊，它一定就是不可能说送钱给大家的啊，好吗？那么这个就是啊关于股票事情，以后就是我空下来我会找时间聊一聊整个的趋势什么行情大的趋势，个股我就不说了啊，个股我就不说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言归正传啊，就聊一下这个为什么我们考虑就不去泰国了，不去泰国了。其实我身上啊现在腰酸背疼的啊，就来了欧洲几年，一共没有去过几次按摩啊，在泰国真的是按摩遍地都是啊，真的是很好的，对吧？啊，就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中年的男性啊，更是需要多按摩按摩啊，活络筋骨，对吧？这个才是很好的、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了啊，就不是说呃就两个人，对吧？你就直接跑过去，不考虑孩子什么的。然后呢，那些博主呢，他们啊，像我看了哪些博主啊，大家如果要带孩子去泰国读书的，也可以看一看。一个呢是那个叫肖恩的事件啊，还有一个叫西康杂谈呐、还有一个叫什么老王啊，老王。那么他们统一的呢，就他们明着或者暗着呢，就是说那里的国际学校，就泰国的国际学校太商业化了啊，甚至呢就是为了那个赚钱啊，他们就都没有那么的商业的诚信，对吧？就是说商业诚信，就是说按照规则来，该赚钱的我赚钱，不该赚钱的我不赚，对吧？就是如果不按照规则啊，就比如说有人就说，他的孩子因为要就是学校叫他买电脑啊，然后呢，那么他的家里面有两个孩子都是在这个学校里面读书的，那他就本来那个大的孩子就有一个电脑，大的孩子现在毕业了，就把这个电脑要给到这个小的孩子，但学校说不行，说要额外再买一台啊，理由呢就是说这个电脑就不能触控屏啊，什么很多软件运行不了啊，那么他就跟孩子确认，结果这个电脑也是可以运行软件的，只是没有触摸功能，对吧？那这一点其实我想说的是，我看到这里我就觉得这学校100%就是坑了啊，因为没有触摸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你这个那个 MacBook Pro 对吧？也没有那个触摸啊，也是个电脑啊，但也可以运行很多软件啊，是吧？所以就是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学校就是有点强词夺理了啊。那然后呢，他说，那么他自己去买啊，就买一个一模一样的型号，比如说在那个 Amazon 上面，对吧？去买一个，他说那个$200到$300在那个 Amazon 上面，那学校呢卖给他要卖$500啊，那摆明了就是要赚钱嘛，是吧？所以这种呢，如果我是这个家长，我肯定也是不愿意的啊。但是呢，就他的说法就是，如果你不买这台电脑，那么接下来就学校就说你孩子不能来读书啊什么的，反正就跟你搞不清楚，对吧？并且呢，他也说，其实一年啊总有那么几次会学校就想办法去这样赚这个钱啊。那其他的博主也是差不多的啊，他们当然有的人没有讲的那么明显啊，但就是说这些学校呢都是纯粹的以盈利为导向的啊，就不会把说什么啊教育质量啊什么的，就是说可能教育质量也还行，对吧？啊，但是就是说更重要的是赚钱，对吧？
那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理解的啊，因为泰国自己的这个人均的收入啊，这些学校显然不是为了泰国自己的这些孩子啊或者本地人去那个设立的，对吧？那么如果是因为这种赚游客的钱，或者说来旅居的人的钱啊，所以就是商业组织啊，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如果太过分啊或者什么，并且他们也说啊，就是在那边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其实你也很难通过就是比如说投诉啊或者什么的这种方式啊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对吧？啊，你去跟什么大使馆什么说这些，那这个是你自己选择要来读书的，是个商业的事情，对吧？其他的那些可能泰国本地的一些机构啊，那些人家在那边开学校啊，必然就是各个方面都能搞得定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很多中国的那些家长吧，啊，在这些事情上啊，有的讲的比较隐晦，有的就讲的比较直接啊，反正就是感觉不怎么好啊，就是这一点，就说不是很透明，不是很公正啊，就这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管你是在泰国，你读一个国际学校啊，国际学校就比如说是以英国或者美国这种教材啊去读的，也称英式或美式学校，对吧？那么你不管读英式的还是美式的啊，那么你都要额外再学泰语，泰语就是泰国的官方语言啊。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来讲呢，就是比如我们目前在西班牙，那么西班牙讲这个西班牙语，西班牙语不管怎么说也是世界排名前三的，对吧？第二还是第三啊？我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排名前三的大语种，就你学一学，可能使用这个率上面，未来可能还更高一点。讲的简单点，就是更有用，对吧？你说你去泰国学个泰语，可能就本地生活是有用的，但是如果你未来不是考虑长期啊，住10年、20年，甚至就是在那里工作，那你学这个泰语可能就意义并不大啊，因为也要花精力去学嘛，对吧？所以说，就前面第一点还能通过就是说那个 money 去解决，对吧？这是一个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觉得有什么，反正想自己舒服点，你可以多花点钱嘛，对吧？这也就能解决，并且那个钱其实就也不算是大钱，是吧？啊，最多就心里面就不会特别爽，对吧？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用钱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你必须得去学这个泰语的。那有的人会说啊，他们对外国人学泰语这件事情，并不会那么的，就是说要认真啊什么。但是我们的态度呢，是觉得你要么就不学，你要学一个东西呢，你也别去，就是马马虎虎的，对吧？走个过场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没意思。就是这种事情，都是骗自己的啊。就哪怕今天我要去学一个端盘子，我要去学怎么烧菜，我去学什么剪头发，要么不学，要学就要学到，就是好啊，要尽全力啊。就像那个我去学这个金融，学投资理财啊，我要么不学，我要学我就扎进去啊，我要深入的去学，对吧？绝对不是就是说走马观花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一点呢，我觉得就让我这个时候已经就不想去了啊。还有呢，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在欧洲就住了时间久了啊。就比如说我发现西班牙有这样的问题啊，那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什么失业率高啊，或者说小偷很多啊，然后那个反正也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对吧？嗯，但是当我看到就泰国的那些国际学校的时候啊，就我一瞬间还是觉得那些学校
就看起来不怎么样啊，就看起来真的不怎么样。不管是那个学校的环境，还是就是那些老师，就是给人的感觉啊，因为我看的比较仔细啊，我把他们每一个什么 Facebook 啊什么都打开，就看他们的这种状态啊，还有就他们在做一些事情啊，这个跟我在西班牙看到的这边的国际学校还是区别很大的啊，还有那些学生的状态也是，因为那些学生他们也会有很多视频在里面说英语啊，那个英语真的就说实在的啊，我就觉得那个英语学了，能够到英国去读书，到美国去留学，那估计也是纯粹还是要再花钱，就是说去上的，就完全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在那里的英语环境里面，你不太可能成为呃学霸级的人物，对吧？但是当然了，就是很多读国际学校的人，他家里面就很有钱，那么他也不在乎。但我们不这么想啊，就我们觉得就是说你要去读书，就还是什么事情要去尽全力，要读好它，对吧？所以那些孩子他们说这个英语啊，虽然就是我仔细的听，我也能听懂，但是你像就算在西班牙吧，啊，我们这边北欧的人很多，什么荷兰人啊，什么挪威人啊、丹麦人啊、瑞典人啊，更别说英国人了，对吧？就这些人说英语说的完全就是你听起来跟英国人也好像差别不大的，他们说英语说的非常的好啊，还有就很多德国人说的也不错，当然西班牙人说英语说的确实有一些西班牙口音啊，并且说的好的人不多啊，很多人也不懂英语，但是呢，就总的来讲，欧洲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就肯定讲英语的啊，这个，我觉得比那边的对孩子的天然的环境来讲要好很多啊。而且呢，我也看了就西班牙的一些国际学校，还有就是那个塞浦路斯的啊一些国际学校，那些国际学校，不管就老师还是学校的那个就学校的那种环境啊，那种设备啊，还有学生的状态啊，就展示出来的，就给人的感觉，那真的和泰国那些国际学校不是一个级别的。但在学费上面呢，其实价格这边还便宜一点，好像啊，反正也差不多吧，就差不多一年是，如果说人民币的话，一年是10万，对吧？而且就是如果是在欧洲的话，就它也有双语学校啊，它的费用也像就是泰国的双语学校那样，差不多人民币一年也是4、5万人民币。那些学校，也是学一个本地语言，比如说你学西班牙语，如果你是比如说到塞浦路斯就是学希腊语，啊，如果你到那个荷兰就是学那个荷兰语，对吧？就它的选择还是很多更多一点啊。然后呢，就是在这边，如果你读本地的公立学校啊，包括未来如果我们要去欧洲其他的一些国家读本地的公立的学校，那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啊。那在我看来，就是这里的公立的学校，它的教学的这种质量啊什么的啊，我觉得都不会比泰国的那些私立学校差啊。再说一点吧，就我觉得那个社会的这种公正性、公平性啊，我觉得每个学校，或者说，尤其像现在你说那个，欧洲也是在反右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对吧？啊，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种什么，像少一些名目啊，去跟家长乱收费啊，或者说你学校你孩子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然后你也没地方去投诉，甚至投诉了就不去处理这种事情，我觉得在欧洲还是不太会的啊。我觉得那些学校不敢，就整体的这个社会的氛围啊，还是那个比较公平也比较公正的啊。尤其是你说，呃，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种族啊，当然了，就是说确实有很多人会排外啊，或者说他去那个反移民啊什么，对吧？但是学校的公共机构啊，他们对孩子，对吧？就算你孩子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你去投诉，那老师起码也会是去处理的，会去重视的啊。就比如说你孩子被打了或者什么的啊，你去学校里面去投诉，那老师肯定会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至于说处理完以后，你这孩子就是这个学生是不是下次还敢或者还会有什么问题，这是另外一码事。但起码这一次处理他会去有这个流程，对吧？他不会说为了一个客户啊，就是要收这个人的学费，然后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种事情在欧洲这里应该来说还是不太会有的啊。当然了，你说那个就在社会上，像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穿个衣服，这个太阳冷了。就我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25岁的一个女的，在英国啊，是不是在伦敦还是什么别的城市，被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就是群殴，上了新闻的啊，然后他们报警，警察也不来，警察就问他情况怎么样，是否流血了什么的啊。当然后来这个事情被媒体就搞大了。被媒体搞大了以后呢，就警察就上门来说要去调查这件事情啊。这个是社会上的啊，就我觉得社会上，如果这种反对移民啊这种情况恶化了或怎么样，那么肯定对外来移民来讲是会不好的。但是呢，我觉得在学校啊，而且我觉得就在欧洲啊，就总体我看到就是对待孩子的这个问题上面，他们的宽容度是很高的啊。这个我觉得跟在亚洲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吧，就是更大概率的啊，我们应该还是会在欧洲的这些国家里面再去仔细的去比较一下啊。就我觉得去泰国的话，爽的是我们大人，但对孩子来讲，我觉得可能欧洲还是一个更好的一个选择啊。那么今天也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